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形影不离。你吃过香草蛋糕、香草冰淇淋或香草布丁吗？很抱歉的通知您，市面上出售的这些香草含量高达99%的食品，其实都是不含香草的。可以这么说，如果你有幸吃上一口真正的香草，我相信你的眼中一定会绽放出朵朵幸福的泪花。在欧洲，香草曾比黄金还贵，现在香草也是世界香料中的 No.2。别说吃了，就是见过香草的人也并不多。香草有点像豆角，但其花朵只有24小时的花期，很多花根本来不及蜜蜂授粉就一命呜呼了，所以香草能够存活至今也算是自然界的一大奇迹。如果授粉成功，香草就会结出豆角一样的豆荚，豆荚里有上千颗黑色的小种子，只有在最高品质的香草冰淇淋中你才可能看到。香草之所以物以稀为贵，自然授粉是一大障碍，这要在中国早就人工授粉甚至嫁接杂交了，所以外国人有多傻大家都知道了吧。后来在1841年，还是一个12岁的黑人小奴隶解决了这个问题，他仅通过针刺和手捻的方式就实现了香草花朵的人工授粉。从此之后，马达加斯加、大溪地、印度、印尼等地才有了香草的足迹。香草豆荚在成熟后只有淡淡的茉莉香味，要经过严格筛选和漫长复杂的加工过程，最终芳香干燥的黑色豆荚才会散发出我们所说的香草味。而最顶级的晶体香草，据说只有米其林等少数餐厅才用得起。虽然人工授粉大幅度提高了香草豆荚的产量，但其成熟却还需要9个月的时间，而且收割和加工过程都十分繁荣复杂，所以香草在全世界的产量还是非常小的。最关键的是，香草这东西还挑地方，虽然原产国是墨西哥，但现在全世界大部分香草则源于留尼旺。要不是马航370，很多人根本就没听说过这个地方。自从1819年香草被引进以后，留尼旺一直都被欧洲高贵的吃货们视为食欲和美欲的启发地，在他们眼中，留尼旺就是世界香草的中心。你吃了这么多年的香草冰淇淋，实际上基本全都是人工香精合成，所以才会有人如此感叹，如果能去留尼旺吃上一口真正的香草，那死也瞑目了。留尼旺这座印度洋上最富裕的小岛，素有小欧洲之称，是法国的海外大区之一。岛上除了法国人，还有印度人、非洲人和华人，所以在岛上既有精致简约的天主教堂，也有细腻复杂的印度神庙。而在留尼旺首府圣丹尼，更有气派庄严的华人祠堂和关帝庙，由此华人的势力在留尼旺可见一斑。自从人类来到留尼旺，虽然带来了甘蔗和香草，但也彻底灭绝了19个自然物种，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渡渡鸟。但现在在留尼旺，它却比网红还红，甚至还有一款热销的渡渡鸟啤酒。最近有人竟拍到消失已久的渡渡鸟居然又复活了。幸好这种豹变色龙在留尼旺得以保留，但却经常会被当作宠物而抓走。最后咱们再聊个有意思的事儿，由于法国人普遍觉得跟中国人生出的小孩一定特聪明特漂亮，所以留尼旺的中国人还是很抢手的。如果你恰好想要一个小混血，去留尼旺走一圈，你懂的。当然如果你同时还想吃上一口真正的香草，去留尼旺走一圈那就是必须的了。其实整个留尼旺一共才有北京6环那么大，但却是出了名的冒险乐园。在留尼旺到底怎么玩才最过瘾呢？咱们下期继续。来自旅行长一点姿势，有什么问题请留言，欢迎转发点个赞。最后别忘了下期内容更精彩，我们形影不离。